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为什么会有人反对亿万富翁把钱捐出来帮助弱势群体呢？这听起来其实很反直觉，对吧？在我们一般大众的认知里，富豪愿意散尽家财做财善，绝对是一件值得被社会大众赞赏的事情。但如果我告诉你，有学者认为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套非常精密、用来巩固阶级与权力的运作机制呢？今天我们这一期知识拆解的内容来自牛津大学辩论社的一场经典演说，主讲人林赛麦格伊博士提出了一个非常犀利，甚至可以说颠覆常理的观点。他主张现代的慈善事业往往只是顶层精英用来维持自身权力的工具而已，听起来很震撼，对吧？我们就以分析师的视角带大家层层拨开这个善良富豪幻想背后的学术逻辑。为了让大家能彻底看懂这套复杂的系统，今天我们会透过5个章节来拆解。第一，慈善背后的权力游戏；第二，历史上的排他性；第三，掠夺与施舍的回圈；第四，为什么社会学家认为礼物比债务更可怕；最后第五，谁买下了我们的未来？好，我们一步一步来。重点来了，第一章，慈善背后的权力游戏。让我们直接来看看慈善这件事究竟是怎么被学者视为一种限缩意义空间、打压反对声音的工具。在这场牛津大学的辩论会上，麦狗玉博士直接切入核心。他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认为现代慈善事业其实就是洗白名声的工具。你想想看，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参与慈善，真的只是单纯为了帮助弱势吗？他主张很多时候，这其实是为了购买社会的好感，去洗清他们在累积财富过程中的一些道德瑕疵，甚至借由庞大资金的流向去推动符合他们自己私人利益的目标。回馈社会这句话听起来当然非常高尚，但是麦勾伊博士提醒我们，当整个社会接受了这笔庞大的捐款，我们往往就在无形之中失去了批评这些金主的道德立场与发言权。这其实是一套非常高明的公关策略。我们来深入拆解一下名声洗白这个概念。根据这场辩论的内容，这个词汇是指少数的既得利益者透过极度高调的慈善捐款行为来掩饰他们过去不道德或是带有强烈掠夺性质的财富累积过程。在实务运作上，整个社会常常会被这种表面上的善举给蒙蔽了，大家反而跑去赞颂那些可能正是造成系统性贫富差距的始作俑者。打个比方，这就像是一个大企业先污染了整条河流，然后他们再捐出一小笔钱来盖一座净水厂，最后居然还抱走了一座年度环保企业的大奖。这真的是非常讽刺，而这也正是辩论会中指出的核心矛盾点。我们继续聊下去。第2章，历史上的排他性。我们接着来看看这种所谓的慈善资源背后到底隐藏着多么长期的门槛与偏见。为了解释这种现象，绝对不是今天才有的特例，麦狗伊博士特别提到了一个举世闻名的学术荣誉，也就是英国的罗德奖学金，来当作历史证据。我们来梳理几个非常关键的历史时间点。早在西元1918年，英国的部分女性就已经在法律上获得了投票权，但是你猜怎么着？一直要等到西元1977年，也就是英国通过了性别歧视法之后，女性才终于具备了罗德奖学金的申请资格。这中间整整差了快要60年啊！更令人震惊的是，一直到西元1991年，南非的黑人才正式具备申请这个奖学金的资格。透过这个极度夸张的时间落差，讲者试图证明一件事情，也就是所谓的慈善资源往往存在着极高的排他性。针对这个现象，麦格伊博士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分析。他指说，这种隐藏在幕后的慈善基金，其实就像是一只过去的死亡之手。这只手在暗中牢牢操控着权力与资源的大门，主动去决定谁能进来，谁又必须被拒之门外。他认为这种机制彻底抹杀了那些不符合捐赠者偏见的群体的发展机会。表面上看起来，它好像推动了人类的进步，但讲者强调，它其实只让极少数特定背景的人获益，并且在无形之中大幅压缩了其他人的未来。第3章，掠夺与施舍的回圈。我们来看看讲者如何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找到真实的对应案例。这场牛津大学的辩论会上提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人物，也就是美国的亿万富翁尼克·汉罗尔。
他是一个极少数愿意公开站出来批评那个让他致富的资本体制的顶层精英。汉诺尔精准地点出了所谓涓滴经济学，也就是那种认为财富会从顶层自然流向底层的理论，其实有着致命的缺陷。汉诺尔认为，这个体制无情地剥削了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他指出，现代的市场经济表面上宣称会把利润分配给创造最大价值的人，但在他看来，这往往是建立在榨取一般劳动者的基础之上。再来，他认为这让财富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里，最后大幅度地压缩了我们所有人的公共资源。根据讲者们的逻辑分析，如果我们把现代财富的运作模式拆解开来，其实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两阶段模式。第一阶段，也就是掠夺阶段，富豪们会先透过垄断市场来极大化自己的利润。汉诺尔就认为，这正是许多现代年轻人必须背负城中学贷的根本原因。等到钱赚饱了，接着就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慈善阶段。他们把从系统中获取的庞大财富拿出一小部分来进行捐赠，借此洗白自己的形象，同时还要求社会大众必须给予他们感激。从这些讲者的视角来看，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无懈可击的掠夺与施舍的回春。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第4章，礼物比债务更可怕。我们将带您从社会学的角度了解什么叫做无尽的亏欠感与控制权。为了解释这个现象背后的心理学与社会学机制，麦格以博士引用了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耶·布迪厄的核心理论。布迪厄对债务和礼物这两个概念做了一个非常精辟的对比。我们一般人都会觉得负债是很糟糕、很痛苦的事情，对吧？但是其实债务虽然让人感到沉重，它却有一个明确的边界。你有清楚的偿还条款，只要你咬紧牙关把钱还清了，你跟债主之间的关系就彻底结束了，所以这是一种有限的负担。然而，社会学家认为礼物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礼物创造出了一种无限的心理杠杆与控制力。你想想，当你收下了一份完全不对等的巨大恩惠时，你其实就陷入了一张无法逃避的人情网络里头。这种亏欠感是永远没有尽头的。我们再深入挖一下这个社会学分析哦。麦郭伊博士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总是被期待要对这些顶层精英的慈善行为展现出无限的感激之意。当富豪们用他们庞大的资金设立基金会，甚至直接介入公共政策的时候，他们其实正在利用金钱重新塑造整个社会的结构。社会学家警告我们，这其中最关键的危险就在于，这种透过给予所获得的庞大控制权是完全没有任何民主监督机制的。这引发了一个很严肃的疑虑：少数人的意志是不是就这样凌驾于多数人的利益之上了呢？因为我们根本无法透过选票去推翻一个私人慈善基金会的任何决策啊！不知不觉，我们的分析来到了最后一个维度，第5章，谁买下了我们的未来？我们一起来探讨讲者眼中现代超级富豪的权力本质到底是什么。麦高伊博士把过去那些带有排他性的历史结构直接连接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超级富豪身上。这场辩论中举了几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像是比尔盖茨，他拥有庞大的政商网络以及备受争议的交友关联，或者是像汉诺尔那样，即便他身为内部人士，当他试图警告整个体制的风险时，他的声音却一度遭到主流平台的压制。还有像是彼得·提尔这样，透过庞大的增值现金来实质影响国家方向的科技富豪。在麦克威博士看来，这些真实案例一再展示了所谓的仁慈与慈善，很多时候更像是一块用来掩饰系统性权力控制的遮羞布。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我们从头到尾拆解了麦克伊博士的几个核心观点，包含慈善背后的权力游戏、罗德奖学金在历史上的排他性、现代商业掠夺与施舍的回圈，以及社会学上礼物是如何被转化为一种可怕的控制权。这些推论其实都指向了一个核心论述，也就是所谓的善良富豪往往是一种被精心设计出来的幻象。也因此，麦格伊博士在辩论的尾声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来挑战现场所有的听众。面对这种用金钱重塑社会的行为，难道我们真的必须向彼得·提尔这些亿万富翁鞠躬致谢吗？最后总结今天的3大重点。根据今天的知识拆解，第一，讲者认为慈善不仅是行善，它更是一种权力的展现。第二，历史案例清楚显示，资源分配总是伴随着严重的排他性。第三，缺乏民主制衡的恩惠，在社会学上其实比债务更具有控制力。
如果要探讨真正的社会公平，学者主张我们必须具备质疑系统性权利的能力，绝对不能只看见表面上的善意。那么下次当你又看到某个富豪捐出天文数字的财产时，你会选择跟着大家一起鼓掌，还是开始冷静思考这笔钱背后到底标价了多少的权利呢？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慈善往往是富豪名声洗白的工具，他们先透过市场掠夺财富，再以慈善之名换取不受民主监督的影响力。比起有边际的债务，要求无限感恩的礼物更具控制意味。真正的社会公平必须从质疑权利开始。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